大家好，我是尤文班，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15期。这一期我们讲的主题是如何做出好的律动。律动就是 groove。那大家知道，我最近发了一张专辑叫《Going Meta》，然后我看到很多音乐人啊、评论人的评论是这张专辑的 groove 很好。那么 groove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认知它？跟它有一个类似概念的是 rhythm， 就是节奏。我们通常不会夸一个歌节奏好，对吧？就是你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歌节奏很好，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就是不存在一个东西叫节奏好，因为节奏就只有那么什么4/4拍、4/3拍，它就是那样的。通常我们觉得一个歌的节奏好，其实指的就是它的 groove 很好，非常的 groovy。那这个 groove 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才算是好的 groove？怎么才算是把一个 groove 做得到位了？以及我这张专辑里，它真的 groove 很好吗？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话题。好，我这儿有一个 drum racks，这个里边有4个音色，分别是一个低鼓、一个军鼓、一个 hi hat、一个 bass。我们就以这个为例，我们到1/8啊，我们来写一个没有 groove 的，就是非常基础的4/4拍的低鼓。然后这儿，那就是动词 s。OK， 好，这是个典型的909的音色啊。那你会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groove 吗？不会的。你会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节奏吗？就是4/4，最简单的，所有的 techno 都在用的这个节奏。那什么是 groove 呢？通常我们讲到 groove 的时候，这个律动缺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我们通常认为单个轨道是没法做出 groove 来的，通常就至少2个轨道。所以你一个鼓组的话，一个底鼓加一个军鼓啊，它其实已经可以做出律动来了。然后我记了一些这个东西。首先啊，第一点，想出好的 groove， 最重要的 polyrhythms。这个什么意思？复合节奏型。那你看我们现在是4/4啊，那假设说我加上 bass， 听听，好，非常傻的一个4/4。好，那怎么能让它不那么傻？大家还记得我们尽量更新前面大概有一期讲 trip hop 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什么是 shuffle， 什么是 swing，那个东西其实就是 groove。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改成 triplet。这个有什么用处呢？好，比如这样，下面这3个啊，这个 hi hat、snare 跟 kick 现在都还是4/4的，但是到 bass 这儿，因为我把它变成了4/3。好，我把它听这个，这就比刚才要好一点啊！如果你也可以这样，就是让它听起来更零碎一些。好，这个叫 polyrhythms， 复合节奏型。你在几乎所有的 jazz band 爵士乐队里都可以听到，几乎他们99%的歌都会用到 polyrhythms。尤其是比如说管乐队很喜欢吹4/3拍，就如果下面节奏组的基本上是4/4的话，那么管乐队很喜欢吹4/3，然后吹3拍子的。包括在很多鼓手打的时候，鼓手有一个练的一个基本功，就是你底鼓、军鼓都打4/4，右手的那个 thumbs 那个大叉叉叉叉叉叉叉打3拍子，对，所以那个 thumbs 大卡片也很容易，经常是打4/3的。这样的话就是下面4/4，上面4/3，两个复合的叫 polyrhythms， 复合节奏型。OK， 这个很好用啊。第二个叫 polymeters，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吧。确实我没找到中文的翻法。好，我们还是这个然后我们调到 triplet。好，比如说它是这样的啊。
这时候它是一个，它已经是 polyrhythm。通常来说，我们就是把全弦在1到2，就这一个小节，我们 command 加 D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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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好，那我现在不这样，我让它在这儿，就通常我们是选完第一个 bar， 对吧？我们现在只选头3个 bar， 选定头3个 bar， 然后让它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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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OK， 听一下，那最后你看有3个就多出来了，不管它，听一下现在的样子。这个就叫做 polymeters， 就是你重复附近的时候的那个bar 那个小节数，不是完整的按照跟你的主节奏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以吗？因为确实我没有找到好的解释。但是你在 Ableton 里啊，你看演示的时候，你就是从1到1.3把它全组，然后 duplicated。这样其实就是 polymeters。那其实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 polyrhythm 加 polymeters， 对吧？因为你看，下面都是一个，就是上面这个是个4/3，这边是4/4，然后我们在4/3上又进行了一个polymeters。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再玩点别的，比如说这个 hi hat， 我们试试。就是这样吧。好，我们也一样，把这个选住，然后 duplicate it。你当然可以随时随地，你记得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改它。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8分之一嘛，选择1/16，然后你的玩法就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就可以丢，到这儿来。你随便点，对，都可以。先别急着玩啊，我们最后的时候再玩。OK， 好，下一条，空白。我刚才把所有的 hi hat 都删了。你如果在做鼓组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编辑的过于复杂，或者说零碎，或者说散乱。当然它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它在听感上，由于并非你所有的这个音乐全部都是你的鼓组加 bass， 对吧？你上面还得有 piano， 还得有 vocal， 还得有什么 lead 别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剪一些东西。那比如说你甚至还可以剪一些 snare， 有一些 snare 你就不要了。对，你就可以随意加减都可以。好，我们回来啊。然后你看我这儿加了一个 piano， 这个 piano 是干啥用的呢？我想用 piano， 就是说所有的 polyrhythm 跟 polymeters， 包括空白这些东西，它并不仅仅适用于鼓组，包括你的钢琴也是可以的。我们来写一个1/8钢琴，我们来写一个，那这样吧。好，那把这个先关一下啊。好，非常傻的一个钢琴。好，我们把它 polyrhythm 一下。现在已经在这里边了啊，没关系，其实一样。好，我们现在到 triplet 里，然后呢，我加一个，我在这个底下的这个低音的部分啊，我使用一下这个3连音模式，就是这个4/3拍。你听一下搭配起来的样子。听，它效果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这个把它写成这个，然后这个写成这个
OK， 好，听一下。听出这是什么歌来了吗？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好吧，可能是我年纪大了，这是那首 The National 的 Fake Empire 虚假的帝国。对，那就是那首歌的前奏，然后进 vocal 了。虚假帝国，对 Fake Empire， 此处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隐喻。但你看，这就是简单的 polyrhythm 以后，你就可以让一首歌变得就非常非常简单。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用 polyrhythm， 那我就死一点儿，就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听听，它就显得很傻，对吧？很傻。回到鼓组加贝斯这儿，我先把那个写上吧，我先把 hi-hat 都写上。好，我们继续往后啊。刚才讲到了空白，空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让它太凌乱，该去掉的时候就去掉，让它别这么满。对，这样的话，你可以不跟其他的乐器打架，尤其是像军鼓、笛鼓啊，如果你一直都有的话，就显得很傻。就咚大咚大咚大，对吧？你有的时候去掉一些，或者把它们，比如说你摆到这个位置，对吧？就换换位置。然后因为这个2跟4上，通常就1、3通常是 kick， 2、4通常是 snare。对，你稍微换换位置，或者让它们空出来。这个时候强调重音的时候，啪，你可以用一个钢琴的和弦，或者用一个合成器的，呱一个 chord 砸下去，会非常有力量。好，我们进入空白。空白第5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比这个 polyrhythm 还重要的就是大跨度的强弱力度。然后我这里还记了一个，就是某种程度上啊，3和4是一回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空白指的就是力度直接降为0。对呀，Daft Punk 其实只做到了这点。你看 Daft Punk 的歌里面既没有 polyrhythm 又没有 polymeters， 那为什么大家老说Daft Punk 的律动好好啊，节奏好好？其实 Daft Punk 的歌其实就特别简单的 Don't Start， 但只不过它的这个 velocity 就是这个力度做的强弱非常明晰，对吧？你像他给那个The Weeknd 做的那个歌，那个 I Feel It Coming， 我现在想起那首歌来，我就想到了就是咚咚咚咚非常傻的低鼓，对，然后咔咔，好像我记得那个 snare 它是应该是用一个 clap 代替的吧。但是为什么觉得那首歌好 R&B 还有律动，就是因为那个 bass， 对吧 ？I feel it come， 咚咚 ，I feel it come， 咚咚，对，就这么一点东西，就是大跨度的这个强弱力度的区分。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吧，我想想啊，我可以把后半段，这后半段3到4我们不动了，然后我们来调1到2的力度。然后3到4就是死的都100，然后我们调完以后顺着放过来，对吧？这样大家就能听出这个区别来。比如说这个 hi-hat， 第一个 hi-hat 我希望它弱一点，第二个 snare 我希望它强一点。贝斯我们先不动啊。这个我希望它弱一点。好，这个可以上去一点。Yeah， 这个，那这个，然后这个轻一点，最后一个 snare， 最后一个 snare， 我想让它重复2次，嘣，然后最后一个特别猛，然后这个呢稍微轻一点。那相应的这个我们也得让它这样，对吧？就是公平一点，都一样，只不过这个有力度。
当然了，其实因为我直接用的是采样嘛，所以它的这个强弱，它基本上是直接作用在音量上了。你如果细调一下的话，会特别特别不一样，能听出来啊，从一二跟3、4之间的区别，这个就是力度。所以力度有的地方你是0，你比如说这个，但在 Ableton 里，如果你拉到最底，它的力度还是1，它还是有声的，听一下，还是有一点点，对吧？就不妨删掉一些，删掉了，我们就把它当做是就是0了。我们老这么写，感觉有点没劲，弄得稍微好玩一点，这个就可以稍微弱一点。这样。好，中间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了。呀，类似这样啊，我只看前2个。之前比如说你再搭上钢琴。风格完全不一样，下边是个流行歌，上面是个909的鼓机。当然贝斯你也可以的，贝斯其实是贝斯的力度是最容易做出一个 groove 来的。然后我们再往下，好，强拍拖拍，也就是所谓的 rush 跟 delay， 这个值得稍微讲一下。通常来说 ，rush 通常正拍，尤其是军鼓 ；delay 通常是反拍通常是 hi hat。抢拍拖拍呢，他们抢和拖的那个快慢，或者说他们那个位置，通常是1/16或者是1/32 triplet， 也就是说我们调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调到 triplet， 然后1/16或者1/32，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 snare， 通常我们这个军鼓往往就是 snare rush， 也就是说军鼓可以抢拍一点，听一下。Yeah， 那这个强拍一点，好，拖拍呢，往往是 hi hat。我把这个 hi hat 先都在8分音符里弄上啊。好，这样很死，对吧？好，拖拍怎么拖呢？也是选中 triplet， 然后1/16、1/32，然后它呀可以往后拖一下，对吧？其实它已经是一个 swing 的节奏型了。如果把这个 snare 也放在这儿，对，它已经是一个 swing 的节奏型了。这就是抢拍和拖拍。OK， 最后这个地方不太好。我建议，当你在使用抢拍和拖拍的时候，hi hat 你可以随意了，但这个 snare 一定要注意。我喜欢把 snare， 比如说你看这一个往前了，这个我让它回来，这个往前了，然后最后负责最后这个重音的那个我让它回来，有时候抢，有时候回来，有时候抢，有时候回来。对，就这种感觉。好，我们把贝斯也玩一下吧。贝斯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存在感。
是这种polymeters。忽然有一个邪恶的想法，今天当然你又得重新还不错 OK 这几个的力度你得修一下，又一个打起来就这种感觉可以的。这样的话呢，你用 poly， 因为我们这个你还记得吗？它是 polymeters 的 duplicate 的那么一个模型和逻辑。但这样你要调力度的话，你就不能再 duplicate，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 bar 里去考虑它的位置，所以你必须要手动一个一个的去调力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玩一下，我是有点嫌麻烦。我想搭一下。他要不要玩一个 polymeters 呢？试一下。然后你 polymeters 完了以后，你再去进行单独的加减减啊之类的。我喜欢最后这个但加上就有点乱了，还可以。OK， 好，最重要的这是第6点啊，第7点，重复。重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hi-hat 的 delay 跟这个 snare 的 rush。其实通常对于一个真正的鼓手来说，他不会精确到1/16或者1/32 triplet， 他是凭感觉。那感觉有的时候会出错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snare， 你抢拍你就抢多了，你就一下抢到这儿来了，那听起来不太舒服，对吗？没关系，你就一直重复，你就一直抢这么快。完全成立的。那听众听起来就是咚大，然后再大。我把这个底鼓也加上吧，加上它会比较逻辑比较清楚一点。这个 hi-hat 有点吵啊，这个。可以的，所以这就是做好的 groove。我千百种乐器放上去，它的基础的逻辑不脱出这些。对，你像这个啊，就是你又可以把这个 hi-hat 删一些。当你 program 完了以后，你就再使劲删就得了。这个适合老实的，这个适合直接回到，直接咚咚。把这个 snare 直接放到最后来。听多了以后，这个抢拍，你还记得咱们这一个 snare 的这个抢拍是直接往前拽多了的吗？听多了也就习惯了。maybe 这样。这个力度就必须得调了，对吧？这个力度就得小一点。对，
你这样听肯定是有点凌乱的，因为你上面真正逻辑的东西你还没整理。你看咱只玩鼓组的话，就玩的特别开心。但是当你的乐器组多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各个乐器之间谁给谁腾空。那我最后就想说一下 Going Meta 这张专辑，它的律动，我 groove 我认为并非是最好，因为我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非常有意识的在让它的 groove 控制起来。比如说我当时是这么操作的，就是你看这几样啊，就是 polyrhythm、polymeters 和力度这3样，我最多只选其2。就比如说有一些歌，我的所有的力度都是平的，因为我希望它呈现一种特别机器的感觉。对，那有的歌我就完全不用 polyrhythm， 但我只用 polymeters。比如说有一首哪一首来着？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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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咚咚的，那个就是一个 bass 用了一个 polymeters。那有的歌我就完全不用 polymeters， 我只用 polyrhythm 加强弱力度。对，我其实我是在控制它的 groove。对，如果你要完全真正的想要特别 groovy 的话那你最好就是玩一些像什么 ska， 对吧？那种 ska 音乐，reggae 他们特别喜欢这种，这就是尤其这个 polyrhythm 加 polymeters， 好多玩的牛逼的 ska 乐队都会玩这个。所以大家记住这7点，可以截个图。如何做出好的律动。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2个环节，瞎聊天。学到很多，谢谢不用客气。雅杰2018，雅杰2018，你是那个从虎牙过来的那个雅杰吗？请放大你自己。欧尼利亚 Jesus， 换了一个平台以后，还是欧尼利亚在提这个事情。可以，胖了，放大以后显得更胖。我们以后都在 B 站了，好吧？B 站歪个楼，梁指导有生之年会考虑做商业电影吗？商业电影，我觉得商业电影跟艺术电影没有好坏之分，就是它没有高低之分，就是有好的商业电影，也有不好的商业电影，有好的艺术电影，也有非常糟糕的艺术电影。所以一切就取决于你想使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呈现，以及比如说通常我们写剧本的话，是先有一个表达的主题，然后我的这个主题先列下来以后，我会设计比如说20个场景，这20个场景里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当你这些东西都写完了以后，你就开始拖着下巴想，它适合用一个喜剧的形式呈现，还是适合用一个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呈现，还是就用那种伪记录的手法特别生冷的给出来。那些风格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选项了，核心是你表达的东西以及你那些场次。那能不能拍商业电影，我觉得取决于我有没有想出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特别适合用商业的方式来表达的。坦白说有一个，对，有一次我跟那个谁，我跟亲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想法，但那个特别黑色幽默，那个也不叫黑色幽默，那个就是非常的荒诞的喜剧，已经不黑色了。对，那个本子我还特意写下来了，但只写了大纲和写了前3场戏。我其实只是特别想写第1场戏以及中段的2场戏，那种你比较想写的部分，你就先写下来，就是作为动机嘛。对，未来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写出来拍。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戏变成一个歌颂共产党的戏的话，那我大概率是拍不了的。Mr. Pink Blue 说最近有什么企划吗？最近的企划就是打明日方舟的危机合约，然后打完了以后就该搬家了，要换一个新的工作室。但是由于疫情期间我没法去看房子，所以就只能先怎么讲，先找一个中转的地儿，然后最后再确定一个工作室。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可能会编一编接下来要做的一张专辑。请问如果要学习演奏乐器，要不要学习乐理呢？我认为是需要的。这个 VGO，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吧，我就属于器乐演奏能力极端糟糕，然后我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乐理，然后这样的话呢，是写歌非常非常容易。对，就你写歌对你来说就是做一些数学题，而且所有音乐上的数学题难度跟明日方舟差不多，就
比明日方舟稍微难一点吧，就是它到根号2就到头了。对，你不会有什么指数级啊什么的，除非你做那种微分音乐，就是你自己造乐器的那种微分音乐，你可能从频率端你可能会用到大量的函数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写正常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话，包括电子音乐，其实它就是一些加减乘除法，顶多加一个根号2就完了。对，但带来的问题是我写出来非常非常非常风骚的歌，然后我自己弹不了。然后我录音的时候永远都是我自己先用 MIDI 写下来。你看你要自己弹的话，你啪啪啪哒哒嘎哒哒哒哒哒哒 ，OK， 好，10秒钟弹下来这几个音了。录的觉得不够好，啪，再录5遍，1分钟录完了。那我要用 MIDI 去用数学的角度去写的话，哒哒哒哒，20分钟。写完以后，把这个 MIDI 轨单独导出来发给乐手，旁边要加一个注释（括弧弹的骚一点呀，就这么数学化的乐理会限制自己编曲吗？因为毕竟规律化了。如果你学了乐理的话，你就知道乐理就是规律化。对，你必须先把所有的规律都掌握了以后，再尝试去打破音乐。左小诅咒略微走调，是不是它可控制的微分音乐？不是的，左小诅咒做的是流行音乐。对，对，左小特别爱胡说八道。然后有一次在一个饭桌上，他坐我旁边，然后那个就是说你是我的敌人。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说我胡说八道。然后我说你就是在胡说八道。然后但是完了以后，两个人聊的还是挺愉快的。对，左小诅咒还是一个非常有创作热情的人，因为他今年出了4张专辑，是吧？2019年一下出了4张。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艺术家，还在如此高强度的去创作。对，哪怕说他当然左小并不编曲，并不制作，并不混音，但是他只要还在持续的做东西，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非常非常宝贵。因为中国的音乐人通常意义上过了40岁以后就废掉了，就不创作了。对，左小还能如此大量的积攒作品，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看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的2019年出的这4张。另外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是在线人数是吗？这个关注数啊到1000以后，我才能做这个狗牌。我们再用这个 Mr. Pink Blue 做一下这个主播寻找主播。我需要做一个特别风骚的这个东西，但需要1000个关注我才能做。所以大家点关注，然后我做一个特别风骚的名字。我已经想好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倾向于到1000的时候，我默默的改掉，然后大家有一天上线的时候，惊讶的发现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样会更好一点我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风骚的名字，然后大家就可以挂着这个名字去别人的直播间里去浪了。对，你看非常完美，但是需要大家点够1000个关注。我自己可以关注我自己吗？自己不能关注自己哦。OK， 然后 OK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瞎聊天环节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进入第3个环节，就是推荐歌。这个礼拜我推荐2张专辑，第一张是这个Omar AS 的 You Want， 这是一张就是神专，就真正意义上的神专，非常非常喜欢，有14首今年的新歌。这张专我其实今天下午打游戏的时候放了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这张非常棒，但是我私人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是一个叫 Laughing Man 的人。这个人好像是个新人，我此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然后出了一张 Techno 的 EP，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大概放个2-3首这个 You Want， 然后再放2首这个 Laughing Man 的这张 Constellation。听哪一首呢？这2首我记得我今天下午直播打游戏的时候放过了，我们就听听别的吧know you, and you know me. We're brothers. You want the best. I don't care what you got, you want the best.
我们今天先这样，因为已经1个多小时了，如果时间太久的话，我剪起来会很麻烦。好，我们下一期的尽量更新再见，以及明天的明日方舟的游戏直播再见。今天先这样，拜拜。